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俗话有云，亲戚，走得近了也更亲。特别是在这个繁嚣喧闹的社会里，当我们不禁感慨人心难测之际，幸运之处是，我们还拥有亲戚，这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抹温暖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重新体验小时候那种走亲戚的热情似乎愈发困难。因为有一些亲戚，表面上虽然热情，实际上却刻意或不自觉地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迫不得已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这些对我们客气的亲戚，实际上早已瞧不起我们，只是不好意思直接表达罢了。这种情况就好像他们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，只是把你当作取笑的对象。亲戚之间，由于血缘关系，通常会更亲近，言谈也更为随意。然而，对于一些势利眼的亲戚来说，如果你的生活状态不如他们，或者遇到了困难，他们不会与你共鸣，相反，会拿此事当作谈资，随时取笑你。这种来自亲人的冷嘲热讽，常常更具伤害性。举个例子，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佳明依然牢牢地记得舅舅曾经取笑他穿他姐姐的衣服的玩笑话。虽然俗话说娘舅大于天，但在佳明心中，舅舅和《红楼梦》中的贾云的舅舅卜世人没多大区别。除了嘲笑和讥讽，从小到大，他没有收到舅舅的真诚帮助。因此，即使春节回到老家，佳明也不一定会去给舅舅拜年。佳明的童年并不幸福，父亲在他3岁时意外去世，母亲带着他和姐姐艰难生活，甚至在母亲改嫁继父之前，他们的生活异常困难，生计、衣食都紧张。母亲曾向娘家求助，但那时舅舅已经成家，果断拒绝了。唯一能够与外婆一家相聚的时间是每年的春节。尽管姐弟俩未能获得太多关心，但那仍是一份期待，是苦难岁月中最后的一丝温暖。然而，这样的期待被舅舅取笑式的话语彻底破坏了。佳明从那一刻起觉得，这种舅舅不值得尊敬。成年后，佳明成为了一家公司的高管，生活无忧。然而，对于还在农村艰难谋生的舅舅一家，他并没有太多同情心。他常常告诉母亲，不要指望他能够帮助他们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从小就受到伤害。有些亲戚可能会过分干涉你的家事，评头论足。本来亲戚之间应该互帮互助，这是最美好的亲情，但有些亲戚却过于自以为是，表面上提供建议，实际上是在指责、评头论足。他们担心，如果帮助你，会导致自己损失。小平和妻子在外打工了10多年，由于没有学历，一直都是做流水线工作，没有多少积蓄。他的父母已经年过70，仍然住在破旧的泥土房中。夫妻俩觉得必须给父母建一所新房，尽管这将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。然而，老房的宅基地是由小平的父亲和伯父共同拥有的。在与伯父商量时，伯父态度非常强硬，坚称不会把宅基地让出来，必须支付高昂的费用。小平答应了这一要求，但伯父提出的价格竟然是市场价的2倍，他坚持认为这块宅基地是无价之宝。尽管小平咽下了这口气，他仍努力争取尽快建好房子。然而，伯父不断提出条件，要求新房的朝向、高度等都符合他的期望。而伯父却对邻居们吹嘘，说他为这建房子做出了多少贡献，耗费了多少精力。当新房终于完工，小平按照传统邀请伯父喝喜酒，但伯父找了个借口，没有出现。小平出于对父亲的关心，没有表现出对伯父的不满，一直以礼相待。有些亲戚很有本事，在家族中属于致富的佼佼者，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可能变得目中无人，炫耀自己的成功，对穷亲戚不屑一顾。比如，阿云因经营木材生意赚到了一笔财富，建起了豪华别墅，买了名牌轿车，生活富足。起初，一些亲戚还常来拜访，但每次到阿云家，他们必须换鞋。然后阿云的妈妈总是津津有味地谈论房屋的装修和设施，凸显这些东西的昂贵和高端性质，好像在提醒亲戚们这些东西是他们一辈子也买不起的。经济不再是亲情的支撑，亲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薄弱。最初，阿云身无分文时得到了一些亲戚的慷慨帮助，但如今他们认为阿云的成功与他们的帮助无关，因此阿云开始对亲戚们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甚至只是礼貌的打个招呼就算很客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亲戚们也很少再去拜访阿云家，即使去了也只是匆匆一瞥，站在门口说几句话就走了。阿云曾感到失落，但很快这种情感也消逝了。实际上，维系亲情的因素不仅仅是血缘关系，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。因此，当一些亲戚看不起你时，不必大惊小怪，你可以顺其自然，不必计较，只需更加努力，成为一个可以逆袭的人。等到超越他们的那一天，便是对曾经的看不起最好的回应。